我们现在应该把重点目标放在早期教育投资上面。你们看啊，赛迪顾问最新的数据表明，今年的 IT 培训和教育市场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人民币，所以，婴幼儿的有个姓侯的女士找你。高校现在忙，没空。来，婴幼儿的教育已经是家长还有社会的重点关注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胡女士，小陈现在可能有点忙，你看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要不给您来杯咖啡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等他。连小晨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等你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沈侯知道吗？沈侯不知道。我也只是猜测，因为我相信，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。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，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往。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，对吗？我刚才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任小晨，我只想说，你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，也不要让沈侯活得这么痛苦，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是沈家的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们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来祈求你的原谅。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这叫掩耳盗铃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？他明明就是沈侯的孩子。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恨我，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请问侯总，您还记得我爸爸吗？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，您当年在做什么？您动一动手指，打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求告无门，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。你不要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。再说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起死回生，可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、未出世的人，让他好好的活着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奶奶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。他姓严，不姓沈。听见你的车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人，到处找你。老沈啊，原以为我们自己造的孽，我们自己来偿还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，该认的错，该低的头，我都做了。
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你别喝了。严小晨跟我讲，他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，不姓沈，姓严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应该听医生的，啊，这段时间睡不好，就是心太重了。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？他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！哎呦，我这辈子啊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再难的事情我都能想出个方法把它解决了。可这回还是我平生头一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，严小晨说，就当这个孩子不存在。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，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公平吗？啊，对我们的沈侯公平吗？我们相信，程志远一定是个好人，将来孩子出生之后，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。可他毕竟是继父啊，那能跟生身父亲比吗？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把这个孩子争回来，那对他们母女两个，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啊？哎呀！月珍，这个孩子可以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跟沈侯没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沈侯，因为孩子是小陈和沈侯两个人的，不管怎么做，都应该由他们两个人一起决定。不行不行，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，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。哎，沈侯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是无辜的，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。那严小晨呢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小陈和沈侯是同龄，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，那他不痛苦啊？月珍，小陈真的很无辜，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。沈侯是男人，他应该长大了，我们不能再瞒他了。可你把事情告诉沈侯有意义吗？他能够做什么？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可沈侯现在带着记恨过的，比内疚更痛苦啊！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？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满身的戾气。小陈故意不告诉沈侯孩子是他的，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以背叛结束，但其实是毁了沈侯内心最美好的一切。老沈，儿子老开玩笑说你跟我不般配，可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为什么能跟你走一辈子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总能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对。我们应该学会站在儿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，而且，孩子是他的，他有知情权啊。我们应该把一切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，也许他会痛苦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一切的错都在我们，要罚要恨，也都是恨我们。整个事情跟严小晨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我一个人吞下去。这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沈侯现在已经是父亲了，有些事情他必须去面对。我敢肯定，
沈侯宁愿面对痛苦，也不愿意被我们当傻子一样保护。再说，这哪是保护，简直就是欺骗。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会恨我们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就不会恨我们吗？他会恨我们吗？啊？月珍啊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也许会，甚至会对我们很失望。但我想，他迟早会理解，我们只是一对望子成龙的自私父母，但不是杀人犯。月珍啊，小陈对我们只有恨，但他对我们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爱沈侯。魏彤，你最近跟杨晓晨有联系吗？我想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吧，嫁了一个成熟、稳重、好男人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你真够蠢的。沈豪，这瓶酒我请你喝，替严小晨谢谢你。你刚才为什么说我蠢？你问问你自己啊。你抢我酒干嘛？我喝了就是我的。刚才都说了，是你媳妇儿请我喝的。怎么喝？往死喝。来，干了。有气，有气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气。